我杰军，今天是我们新一期的伟大制造女性内衣。众所周知啊，这几年的内衣生意呢并不好做啊。作为曾经风靡全球的世界内衣品牌某蜜都甚至遭遇了快破产的这个窘境甚至直接导致了大秀的停办。此外呢，他们上百名模特呢还联名发布公开信，爆料说他们的高管性骚扰的丑闻。而我们国内呢，曾经由林女神代言，巅峰时期呢市值达到了161亿的中国高端内衣品牌某丽人，如今呢也在经历这个生死的挣扎。为什么性感内衣突然间卖不动了呢？那以往在标榜性感内衣的广告影响下呢，很多女性购买内衣最终的目的呢，似乎是为了取悦男性。在需求的拉动下，以大为美加厚有聚拢功能的文胸受到了热捧。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女性意识的不断的崛起呢，这种城府病态的观念呢，早已经过时了。像今年618天猫内衣销售排行榜呢，基本都是像内外优波娇妮这种无钢圈的内衣的新入品牌。而曾经的老牌呢，无一上榜。无钢圈内衣为什么突然间这么火呢？那我们发现除了观念上的这些变化呢，主要还有2点。第一呢，相对于传统功能的内衣呢，对身体的这个束缚感呢，这个无钢圈内衣呢，对女生实在是太舒服了。那第2点呢，就是相对于传统内衣呢，动辄几百上千的价格，那无钢圈内衣呢，100元的价格呢，实在是太便宜了。从表面上来看呢，市场上卖的这个无钢圈内衣各个品牌之间呢，我们发现从款式也好面料设计是否都没有什么区别。那根据我多年对制造业的了解，那这个可能说明了这个行业呢，他们的工艺技术早已经非常成熟了。我要忍不住的悄悄的问一下，这个价格还可以更低吗？那刚好我们最近呢就联系到了一个叫呼吸的一个新内衣品牌他们也是主打这种无钢圈内衣的。而呼吸呢也是我们国内的头部的内衣公司爱慕旗下的一个新品牌，甚至包括他们的产品的生产呢，也是依托于这个爱慕股份旗下的这个苏州的生态工厂生产。所以这一期呢，我们希望带大家去工厂看一看，对无钢圈的这个制造成本呢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同时呢，我们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福利。这里是裁剪车间，我们来看一看整个内衣的这个结构内衣的拆解图，一共有21道工序。刻花边的流程是像这种的，我们就对着这个第5根这个板用全手工去刻出来。我要挑战最高难度。你先简单的来，再给你一个难的，好吧？一只手按着这个纸板，然后拿刻刀，对，用力气一刀划，看是不是有断？藕断丝连了，这不错。自动裁布机，这效率，一下裁大堆。这是自检是吗？对，就是看看它上面有没有刺点、圆弹，就是漏洞。这边是我们的自动缎带机，装这个扣子的。对，有3个人在里面干活，一个人呢负责把这个肩带往这边拉，然后呢，那个扣子呢把这个扣子推进来。进来以后呢，缝纫机用来缝它，缝完了以后呢，还有一个刀片把它剪断。为什么他们都在干嘛？他们在干？在做我们的那个无痕背钩，就是先放一层胶膜，然后把新的粘在里面。现在大家在做的可能都是在用熨斗预固定，最后的成品呢，它可能有一个大型的一个设备，就平压的设备，把它整件活去压合在一起，这样的话就是水洗也不会开胶。咱呼吸的产品是用的点状胶颗粒那种点胶去实现的产品，对所以没有缝接线。对，整件活都没有缝接线。就是现在在做的这一步的话，大家都可以看到，就是这小小的一个设计点，就是一般的上肩带这边防止会穿了不舒服的话，我们会再加一个小小的一个贴片在上面，就防止磨人的现象。另外的话，就是这样的上身上没有感觉。然后这边呢，把它塞完了，杯这边就检验了。
就是这个塞杯的过程也是全手工去塞的。参观一下人家上亿的仓。这还只是人家仓库当中的一个而已，人家还有这样的，还有好几个。我们在工厂发现啊，传统的这个蕾丝的有钢圈的这种内衣呢，它的做工呢极其的复杂，光是工序呢可能都有30-40道，所以呢促使的成本非常高。而无钢圈的内衣呢，大部分都是以贴合的工艺这种为主，整件衣服的材料都是一样的，而且呢很多都是机械化、自动化都可以完成，所以呢成本呢也会更低。但是通过我们探访啊，也了解到一些优秀的内衣品牌。比如说呼吸啊，他们也在更积极、更努力的去把无钢圈这个技术呢，去革新、去创新。那比如说在产品工艺上呢，做一些这种差异化的探究，以及在舒适度的这个体感呢这个基础上呢，提高这个功能性的开发。好的，我们现在来采访一下他们的设计师啊。Hello， 大家好，我是呼吸的内衣设计师。怎么判断一个内衣它是否合身？一个是上身的时候，首先感觉的是这个底围的松紧度。如果你觉得这个底围没有产生明显的勒感，这种是合适的。另外的话是带有磨杯的，一般选磨杯的，大家会很在意的一个点就是它磨杯这个地方上身之后碗口容易出现空杯的情况，这种是不合适的。必须上身是碗口是服贴你的胸部，没有明显的空间在里面的话，像这种的是合适的。大家可以关注这几个点去选择自己的内衣。越来越多年轻人不愿意穿带钢圈的。因为女性意识的崛起嘛，以前的女性意识可以在越她，就比如女性是为了取悦男性而穿内衣，想要什么聚拢啊、好看、性感。而现在的女性意识崛起的话，就是看也是悦己，就是自己穿着舒适就好了，就不用管其他的，就是这样一个转变吧，也是有关系的。提到内衣啊，很多人可能呢第一印象就是性感，而性感呢本身是无罪的，但在过去啊取悦男性的这个审美导向下，穿性感内衣的女性呢反而是被审视的啊，被观赏的，被忽视需求的。随着这个时代成为新的消费主体，那女性的意识呢也在慢慢的崛起，内衣行业呢迎来了一场革命，性感呢将不再是内衣的代名词啊，大家开始关注了舒适性。像前几年呢网上提倡这个穿衣自由，但提到性感呢，不知道为什么在舆论当中呢，性感往往都是与低俗啊、风尘画上等号，这是一种非常不健全的思想观念。这种不健全呢，尤其是体现在我们男性的思想上。那我们男性呢，我觉得应该要尽快摒弃这种狭隘的这种思想，正确的去看待性感这件事情上。性感呢，理应是一种自由，而不是要求。当下我们处在一个观看与被观看、谈论与被谈论的社会。我们每个人呢，既是靶子，也是枪手。穿衣自由的背后呢，我们追求的是一个更包容、审美更多元的一个社会。而这呢，需要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个人共同的努力。最终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让女性穿衣自由。